我们都知道柬埔寨的诈骗集团很嚣张，尤其光是这半年内有太多，我们之前才做过一个韩国人去那边就真的死掉了，所以韩国人非常气啊，他说我到底还有多少人在那个地方都给我拿回来？你看到李在明那个时候说什么？他警告柬埔寨，你别碰韩国人，否则虽远必诛，我跟你玩到底。结果韩国人真的默默回来了。好，大家想说应该没有什么事，没想到在 APEC 的时候，你看到这一幕。他今天也要跟柬埔寨的总理过来见面，没想到见面的时候，他竟然迟到了9分钟。啊，你之前不是很呛吗？你还他还迟到9分钟，你完全没有反应的。是，所以赵和，你看红跨挂卡丘，不是虽远必诛吗？不要说虽远必诛，这里边呀，你搞不好都不敢诛了，还虽远必诛。然后你说人家这个柬埔寨，我跟你尊丢吗？这一种，我跟你讲，这个还在倒水喝。李在明把自己都做小了，你知道吗？那个柬埔寨跟你们韩国比起来，谁大谁小，谁是进步国家？结果呢，你坐在那边哭等他，等了9分钟，你等川普就算了，连一个柬埔寨一个小小的总理，好尴尬，他坐在那个地方，这个直播可以关掉吧？结果直播还在，那个主题曲又出来了，单某一类啦哈，为什么搞成这样？还在看手表，真的是这一幕让给人家看会笑死人啊！所以这一幕就是让人家发现李在明好像是像人家开玩笑说摩罗英的查波郎，伫咧门关起来拍自己的囡仔有法度呢，然后凶自己的老婆有办法打开门来对欺负你的人，连一个狠话都不敢说一声哦，所以人家就觉得这个李在明感觉上好像不是很行。对，然后。现在人家就发现韩国人，你知道，竟然到目前为止还有几千人有去无回你看这是朝鲜日报的中文版，他这边说什么？赴检韩国人每年2000到3000名有去无回，真的没有办法回来。你去那边之后。你就没办法回国，你就被困住的。是，他们就开始统计啊，比如说从2022年开始怎么算呢？去到韩国大概有35606人，结果回来的竟然只有32397人，所以你就发现旁边右边有一个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去跟回来，怎么每年都有好几千人没回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刚刚提到嘛，这今年有个普信大学生20几岁，就到被人家发现。他是直接被凌虐致死，然后尸体就丢在路边，这对人家韩国人来讲说，天哪，我们一个大学生韩国人被你们欺负到这个地步。然后好，那个有展现一下魄力，南韩的这个外交的次长这个关金珍啊，有到就据说是一个他们诈骗园区里面，因为被他们检方破获之后就进去，有没有就看到就我们去看一下怎么可以这样对付我？16日率队到他们的那个实地考察，他们扫荡了这个诈骗园区，就考察。之后，当天有59名的一个韩国的公民安全回来啊。那他们当然你看，所以就是这个人他带团中间这个。他直接带团真的去抄了这里，不是抄了这里？是那个柬埔寨抄了，他去看一下，你看他们，你看那个环境多么小的一个环境啊，就让人家发现说，天啊，我们韩国公民在那边被人家当猪圈养这样子，然后吃的啦、住的啦，环境都有够差的。结果他们就说，它里面真的受到非常严格的一个管控啊，甚至你业绩不到就开始这个打你越来越多影片出来，你知道这是什么影片吗？这是他的业绩没达到影片，他被手的脚跟捆在那边，然后他就拿电击棒一直电你，很可怕。然后像这一些被找到的人就发现什么，他们全部都赤裸的，因为怕你那个逃跑，所以呢，再来还有另外一个水刑啊，什么水刑呢？你看水刑绑在那边，然后就灌你水。其实这根本是听说是美国 CIA 的这样子，之前在弄那些战犯的一个做法，他们就是让你有那种窒息感。对，所以。你知道曾经有一个韩国人他被救回去之后，他说他午夜梦回，睡觉的时候都做噩梦，梦到他还痒，然后就不断的尖叫说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由此可知就是不管是韩国人、中国人，只要被骗到柬埔寨去那边的时候，你都会面对这样子的严刑拷打。所以你唯一的活路是什么？就是你的业绩要达到这个标准。那个刚提到了他们李在明啊，之前说的很凶狠，结果没有想到。见到真正红马内的时候，还是一样，连都不敢吭一声。瑞德哥，我们刚刚特别讲到一件事情，诈骗真的是非常非常坏。没有想到今天在台湾发生一个我真的看到下巴都掉下案子，有一个人很紧张，警察，
我被人家骗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警察说啊，来，我们一起把这个车手把他骗出来好了。结果他拿着300万，他要去把车手骗出来。结果一到之后，300万被抢了。对，这一起案件呢，告诉大家就是啊，那么警方在侦办任何这个大小案件不论的时候呢，一定要。那么这个等于说料敌从宽啊？为什么呢？中山分局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太过轻忽了，对，他把它当作一般的车手诈骗集团在办，就没想到丢了夫人又折兵。为什么呢？因为呢主要的人被他跑了，300万也被抢走了，太离谱了，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嘛！就好像警方去办案，警方的枪被歹徒抢走意思一样嘛，那个很丢脸的，我讲坦白的。那么事实上呢，最主要是这个陈姓被害那个男子呢，那么跟中山分局派出所报案。报案的时候说啊，他去投资30万的这个虚拟货币，然后呢说虚拟货币本来这个是一个买卖进去嘛，买卖进去的虚拟货币不见了，他怀疑就是被骗了嘛，对不对？本来说有，然后后来不见了嘛，然后就来中山分局报案啊，报案了以后，因为对方还跟他继续在那个沟通啦，干嘛啦，还要加码到300万。好，那警方就跟他讲说，那我就约一个地方见面嘛。见面的时候，如果是诈骗集团的话，就吼起来嘛。对，出动了，派出所出动了5个警察哦。当然，问题是，我觉得如果是一般，那么事实上呢，像这个刑警大队了，或者这些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他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啊，就把他当做警方把他当做就是一个诈骗集团车手来拿。结果来拿的时候呢，那么警方就冲上去嘛，对不对？冲上去了以后呢，这个拿钱的这个。他拿那个300万装在，而且这300万本来警方意思说要不要就用报纸什么的乔装啦。那媒体报道说是被害人说坚持要用真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要用真钞，因为以前的人都会在报纸上面弄一张1000块的一个钞票嘛。结果就300万放在袋子里面，结果这歹徒在这个警方出来的时候呢，他顺手就一丢。哦，为什么顺手一丢？他有同伙啊，同伙就把那钱就直接带走了。他有同伙啊，那警方要抓人，对不对？那你警方有那么多人，那你照理来抓两个人就够了嘛。结果歹徒下来2个以后，分持棍棒跟刀械，有刀械，所以有警方受伤，后来有2个警察受伤。对，那结果呢，糗大了。为什么？你要压制这个17岁的相关的朴姓少年的时候，你把他压制了，结果那装300万的袋子一丢，同伙拿走了。拿走了以后，刀械跟棍棒又来砍警察，你知道吗？太离谱了吧！最后2个警察受伤，然后300万被这个等于说那个抢走，然后呢抓了一个这个来不及这个只负责要拿钱的朴姓少年啊，那么另外一个王姓少年呢，他也跑走他也在这个众目睽睽之下也跑走，2个人呢上车夹了300万，跑到这个新竹的山上呢，把钱丢了把这个等于车子丢了。对，那到现在300万还没有找回来，那陆陆续续有抓了好几个人了。但问题是后来才发现，这不是典型的一个所谓的单纯的一个网络诈骗案而已。为什么？因为他摆明了就是要抢。对，他摆明了就是要抢，也就是说，如果我骗你不行，我已经骗30万了嘛，那我知道你又有300万，所以万一你300万不肯交给我，我就抢啊！所以歹徒有带刀子，有带棍棒，这告诉你一个什么教训？就告诉你，就是你在任何的案子的时候，你要料敌从宽，不能想说他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对，所以呢，我过去就一定手到擒来，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而且在抓的时候，旁边有很多人在看啊，在围观啊。他们一开始误以为说抢劫，你知道，他们误以为是警察在抢劫。对，因为便衣嘛，穿便服嘛，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嘛。一般来讲啊，经验老道的刑警呢，在像这样的案子，我跟他们这瓮中捉鳖，这一定是 bingo 的嘛。结果因为你我个人是认为啦。太轻忽，没有把它当作说有可能有发生其他的意外，你就我一定瓮中捉鳖，一定抓到嘛。结果现在摸名转倒，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当然了，警方这边中山分局这边是讲说侦办这个案子呢，然后我们有这个顺利逮捕1人，现场逮捕1人，后来又怎么样？但绝口不提中间发生什么事。中间这个很糗啊！我讲坦白的，这个传出去会让这些刑警办案刑打个笑破大牙。钱没了，人还受了伤。对，没有错，你300万还被人家劫走，你知道吗？那个很丢脸的嘛。不过也在这边告诉大家，就是说像这样诈骗案很小心呐。像新北市政府，他们我觉得就做得不错。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一件事。辖区有大概好几千个这个独居老人呐，其中整理出4000多个有房屋，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件事，
这独居老人有房屋了，怕被骗嘛？对，所以呢，把这4000多这个在这个相关的这个或那个相关的这个事务所里面呢，只要设定有人要动这个房子，立刻通知警察单位。所以呢，事实上诈骗太多，但是呢，警方要抓诈骗集团的时候，一定要料敌从宽，千万不要到后来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